见江老太太的儿子回来，陈泽楷第一反应就是先想办法将他拦住，以免进去会耽误叶晨与江老太太谈事情。不过此时叶晨也已经说服了江老太太，让他搬家去蜀都，于是他便走出门来，隔着院子说道：“老陈，快进来吧。”陈泽楷一听这话，便知叶晨已经聊完正事，于是便对江老太太的儿子说道：“走，咱们进去吧。”两人进的院子，江老太太的儿子便开心的大喊：“娘，你看我猎到了啥子？2只野鸡耶！”江老太太连忙走出来，笑着说道：“幺儿你真是了不起，就这么会儿功夫能猎2只野鸡。”说完便将他招呼进去。此时天色已晚，院子里能见度不高，江老太太的儿子也并没有看出老母亲的异常。可等他进的屋里，借着昏暗发黄的钨丝灯，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老母亲竟然一下子年轻了许多。他满脸惊骇地说道：“娘，你啷个变得这么年轻了，连头发都黑了一大半，这也太神奇了。”江老太太压低声音说道：“幺儿，你莫要声张，来的这位贵客给娘带了些补品，还有外国的保健药，娘吃了之后头发就黑了不少，但你千万不能给别人说起，晓得了吗？”江老太太的儿子不假思索地点点头，笑道：“娘放心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”江老太太微微颔首，旋即说道：“幺儿，你去收拾收拾东西，跟娘出趟门。”现在吗？江老太太的儿子一脸惊讶地问道：“娘，不把鸡杀了，吃完饭再走？”“不吃了。”江老太太吩咐道：“你先把鸡扔院子里吧。”江老太太儿子连忙道：“这2只鸡都快死了，要是扔到院子里，晚上就让黄鼠狼和其他野兽叼了去，那不是白瞎东西了吗？”老太太倒不要紧，叼去就叼去，既然决定要走，就要抓紧时间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叶晨也点头说道：“现在天色已晚，下山还有1个多小时的路程，就算咱们现在出发，下山开了车再赶去蜀都，到地方也要后半夜了。若是再杀鸡做饭，到地方怕是要天亮了。”老太太当机立断对儿子说道：“幺儿，你抓紧时间收拾，咱们得赶紧出发。”见老太太态度坚决，儿子便也不再坚持，连忙道：“那我这就去收拾。”老太太补充一句：“只带必需品，其他的就不要带了。”10分钟后，老太太用1瓢井水灭了灶台里的柴火，与叶晨、陈泽楷以及自己的小儿子一起走出了家门。老太太依依不舍地看着破旧的宅门，她知道这次离开，将来都不会再回来了。而他的儿子却不知这次离家便是与家永别，此刻正在他的嘱咐下，小心翼翼地将门锁上，没发出什么声响。按照老太太的意思，既然要离开这里，就尽量不要惊动其他人，以免别人拦住问话，亦或者多加猜疑，直接人间蒸发就是最好的方式。好在这个时间，村子里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仅有的10几户人家也都到了吃饭时间。从出门到出村，他们没有遇到其他人。在走了1个多小时山路之后，4人来到了停放越野车的村落。陈泽楷开上车，便一路北上，直奔蜀都而去。山路虽然崎岖，但好在只要开出乡道，上了高速，一路就能畅通无阻。越野车一路疾驰，在深夜12点左右抵达了蜀都西南2环外的一个别墅区。这个别墅区距离市区很近，挨着环路，而且小区门口就有地铁站，地理位置非常方便。别墅区并不算大，房型也不大，基本上都是200多平米的3层小别墅，带一个差不多40平米的小院。叶家在蜀都的分公司成员今天一早就分散出来看房，其中一名业务经理选中了这个小区，找了几家中介，把这小区10几套挂牌出售的房子都拉了一个清单，集中看了一遍。由于小区交付时间只有3、4年时间，所以这里的房子大都比较新，甚至还有买来一直没装修的毛坯房。那名业务经理将所有房源筛选一遍之后，发现有一套挂牌出售的别墅最合适。
这个前房主刚入住还不满2年，装修很新，而且家电家具非常齐全。因为做生意周转需要资金，所以挂牌即售，要求是全款交易，并且越快越好。巧的是，前房主买这个小区的时候，也在门口的底商买了一间将近100平米的商铺。由于着急变现，原本的租户在上个月房租到期之后，前房主就没再续约，而是暂时空着商铺，想尽快出手。商铺刚好在小区通往地铁的路上，人流量大，正适合开一家小超市或者便利店。由于房子可以拎包入住，而且装修档次也比较高，再加上房主正巧有商铺出售，于是陈泽楷的手下便以蜀都分公司的名义，直接全款将这套房子连带门口的商铺都买了下来。前房主没想到能遇上这么爽快的客户，而且一口气付全款，且不需要等银行贷款，对他这种着急变现的人来说，简直就是最好的客户。于是在价格上也给了不少的让步，性价比整体非常高。陈泽楷在抵达小区门口的时候，先把车停在了门口那间已经买下的商铺门口，见4人下了车，门口一辆奔驰商务车里立刻走出2名年轻男子，2人快步来到陈泽楷面前，其中一人恭敬地说道：“陈总您好，我是蜀都白金汉宫的总经理，我姓李，叫李浩斌。”另一人也恭敬地说道：“陈总您好，我是蜀都白金汉宫的业务经理，我姓王，叫王一鸣。”自从叶晨做了叶家家主，陈泽楷便是全球白金汉宫的负责人，是各地白金汉宫的直属领导。蜀都白金汉宫的总经理虽然没见过叶晨，但却知道陈泽楷是自己的顶头上司，所以自然也是恭敬无比。陈泽楷微微点头，看了叶晨一眼，见叶晨微微摇头，便知叶晨不想暴露身份，于是便问那李浩斌：“李经理，先带我们看看买的商铺吧。”李浩斌指着身后大门紧锁的商铺，介绍道：“陈总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买下的商铺。我打听了一下，之前是一家便利店，生意很好，不过因为房主着急变现，就没再跟他们续租，现在已经腾空了。”陈泽楷点点头，开口道：“带我们看看吧。”李浩斌恭敬道：“陈总请。”说着自己连忙快走2步，将商铺大门打开，同时又将里面的灯光全部开启。由于这商铺1个月前就已经腾退，而原房主为了卖个好价钱，还专门找人重新收拾粉刷了一遍，所以看起来确实明亮又宽敞。在这种地段，无论是做餐饮还是做零售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叶晨进去看了一圈，对这间铺子也是非常满意。这么一间铺子，1个月的房租也不会低于2万元，就算江老太太母子2人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将它出租出去，租金收入也足够他们母子2人生活了。一旁的江老太太也是惊讶不已，她原以为叶晨说的小商铺也就是20-30平，开个小卖部便差不多了，但没想到竟有100来平米的面积，这种铺子的单价至少也要11000平米，甚至更高，算算也得个几百万才能买下。一想到叶晨要把这商铺送给自己和儿子，江老太太也不免有些紧张。在她看来，这商铺确实太贵重，她收受不起。此时她的儿子还没意识到这间商铺即将属于自己和老母亲，只是忍不住感叹：“娘，这地方可真是敞亮。”叶晨点头说道：“确实敞亮，适合做个中等规模的超市，附近住宅多，又挨着地铁，将来客流量肯定不会差，光靠卖烟和卖水，恐怕就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要是再开通线上外卖，估计生意会更好。好好干的话，1个月做个万利润应该是轻轻松松。”江老太太的儿子笑着问道：“这铺子是你的吗？”叶晨摇摇头：“不是。”说罢，他看向江老太太，问道：“江奶奶，您还满意吗？”江老太太紧张地说道：“恩公，这是不是太贵了？”叶晨压低声音，微笑说道：“要是跟回春丹或者跟凤骨藤的价值比，这怕是连1/1000都比不上。不瞒您说，只要我愿意卖，
就算我开价1万套商铺换1颗回春丹，也会有大把多的人抢着来求我。但对我而言，回春丹的价值也不如您送我的那只凤骨藤手镯更珍贵，所以我送您这些东西，您心里也不要有任何压力，只当是我给您的手镯补个差价了。您有这么一间铺子，好好打理一下，能养3代人，您就带着您儿子踏踏实实的干吧，不出3个月一定能走上正轨。江老太太知道叶晨是自己的贵人，先不谈凤骨藤到底价值几何，只是他救了自己和儿子的命，这便已经是再多钱都无法衡量得了。不过他也明白叶晨这番话的意思，知道叶晨不想让自己过于纠结商铺的价值，希望自己能够安心接受。他也很清楚这一切正如当年自家先祖被孟老祖所救一样，自己虽然对叶晨心存感激，心存惭愧，但这种时候自己最好的选择其实就是听从叶晨的安排，就像当年先祖听从孟老祖的安排那样。于是他也不再多言，只是感激不已地说道：“谢谢恩公，谢谢。”叶晨淡然一笑，又道：“行了，江奶奶，咱们去看看您以后住的房子吧。”说完对陈泽楷使了个眼色，陈泽楷便对那2人说道：“行，你们这铺子选得不错，办事效率也不错，回头1人领3个月工资做奖金。”2人惊喜不已，连忙要道谢。陈泽楷伸手打断，开口道：“走，带我们去别墅看看。”2人选定的别墅从商铺步行过去也不过300-400米，因为今天付钱付得痛快，原房主中午饭都没吃，便开始指挥搬家公司搬家。而陈泽楷这2名下属做事也很靠谱，搬家公司一边将原房主的东西打包，他们便指挥着好几名保洁工紧跟着开始清扫。除此之外，还安排员工去采购了一批非常考究的生活用品，不但枕头、被罩、牙膏、毛巾这些日用品买得整整齐齐，就连锅碗瓢盆、柴米油盐也都全部置办齐备。叶晨和陈泽楷刚进这别墅时，第一感官还以为这别墅是开发商留下的样板间，各方面都非常完美。这套3层配有家用电梯的小别墅，更是让江老太太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她是真没想到，叶晨说要给自己安排一套房子，竟然会是装修奢华、干净整洁的别墅。叶晨带着她一起参观了一遍，趁着没人，低声对老太太说道：“江奶奶，以后您就住1楼，让您儿子住3楼，有这么一套房子，外面还有那么一套商铺，只要好好经营一下，您儿子肯定会成为相亲市场的香饽饽，1-2年内想结婚轻轻松松。他要是结婚了，小2口就在3楼住，你们互相之间隔着个2楼，也不会相互打扰。要是他以后有了孩子，孩子需要自己住，就让孩子住2楼，这里一共有4间卧室，生2个孩子也够了。如此一来，江家延续香火的事情肯定不用您再担心了。”江老太太也知道，有了这些物质基础，儿子想讨一个老婆，生2个孩子完全不在话下，他的命运一下子被拔高了好几层，往后的人生路也平坦了不知多少倍。想到这里，他眼眶通红地说道：“恩公，真不知该如何谢您。”叶晨微笑道：“不用说谢，将来有时间我会再过来看您，如果我事情比较忙，我也会安排人经常过来照料。我的家族在本地也有些产业和人手，但凡有事，他们都能照顾一下。”说着，叶晨又道：“开超市的事情，我会让他们帮忙安排。至于商铺和别墅的产权，明天让他们带您去一趟房管局，把过户的事情办妥。不过我会让他们明天先带您在本地办一张银行卡和手机卡。虽说房子和商铺解决了，但日常开销用度还是要有准备。卡办好之后，我会让人给您的卡里存100万现金。我不给您太多钱的缘故，也是担心钱多了之后反而会引来祸事。不过您如果有任何困难，无论是遇到麻烦、资金紧张、身患疾病，还是儿媳不孝，都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我一定不会坐视不管。”
姜老太太有些惶恐地说道：“恩公，您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么多，我哪里还能要您的钱？”叶晨笑道：“姜奶奶，您无需多虑，一切听我安排即可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